凭一己之力让徐克和郑晓龙两位大佬打破永不启用流量明星的铁律，就连偏爱实力派的正午阳光董事长侯洪亮都忍不住上演抢人名场面。肖战凭什么能让娱乐圈大佬如此偏爱？要知道郑晓龙导演的片场那是出了名的铁血手腕，他那句他1、2、3、4、5、6、7，这在我的剧组是绝对不允许。言犹在耳，掷地有声。多少明星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可偏偏到了肖战这儿，画风突变。为了等他的档期，投资上亿的《藏海传》硬生生延后半年开机。听说徐克那边《射雕英雄传》拍得正酣，郑导更是直接杀到内蒙片场，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 C 位争夺战。前一个导演还没喊咔，下一个导演已经带着整个剧组在门口眼巴巴的等着了。这场面你说魔幻不魔幻？但你以为这仅仅是因为他红或者会演戏吗？如果答案这么简单，那我们都太低估京圈这圈人精了。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更深的游戏规则。这第一层秘密就藏在肖战给导演的那份人物 PPT 里。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说他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会把人物的成长线、心理变化做成一个详细的列表。当别的小生还在费劲巴拉的背台词跟女主私奔的时候，他已经把角色的前世今生都盘得明明白白。所以肖战递上来的不只是一份作业，而是一份解决方案。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导演，我不仅理解我的角色，我还理解你的创作意图，我甚至帮你预判了在跳拍模式下可能出现的情感断层，并且已经做好了预案。你品，你细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演员的范畴了，这是一个产品经理在向他的 CEO 做项目汇报。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还在关心整个项目的用户体验和最终交付质量。对于郑晓龙这种级别的导演来说，他们需要的早已不是一个听话的执行者，而是一个能跟他在同一频道对话、共同创作的战友。所以当肖战说出那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生涩的一些语言说出来，让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和导演一样的高度，思考的是整个作品的成败。这才是让大佬们沦陷的第一重密码，它带来的是超出预期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娱乐圈是个什么地方？是个巨大的情绪漩涡。今天你被捧上神坛，明天就可能被踩进泥里。演员的情绪直接关系到整个剧组的安危。一个主演如果情绪不稳定，今天闹解约，明天闹绯闻，后天在片场耍大牌，那整个项目都可能被拖垮，血本无归。所以一个情绪稳定的核心演员对于一个大制作来说，简直就是定海神针。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他在经历那场几乎可以摧毁任何一个艺人的全网黑风波时，他做了什么？没有哭诉，没有抱怨，没有和世界为敌，他把自己藏了起来，在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日夜里，默默地排演话剧《如梦之梦》。那是一场长达8小时的话剧，对演员的体能、心力都是极致的考验。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最艰苦、最纯粹的表演方式来沉淀自己。这份隐忍和韧性，你看懂了吗？那些在名利场里翻滚了几十年的大佬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知道，一个能从那种级别的舆论风暴里走出来，眼神依旧清澈，姿态依旧谦逊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强大意味着可控，意味着低风险。所以当你在《藏海传》花絮里看到群演表演失误，他为了不让对方被导演责备，故意笑场，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笑着说对不起，我要笑了，你就该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善良，这是一种顶级的情绪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肖战身上那股让整个东亚文化圈都为之疯狂的文化传播力。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大制作早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市场了。徐克拍的《射雕》，郑晓龙拍的《藏海传》，他们瞄准的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如何让一个充满东方意蕴的故事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理解和喜爱，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而肖战恰恰就是那个手握钥匙的人。你还记得《陈情令》吗？一部原本不被看好的网剧，最后在海外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从泰国到韩国，从日本到欧美，无数外国粉丝为了他自发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甚至会为了魏无羡的一个眼神、一句天子笑，分你一坛而疯狂。这种强大的文化破壁能力是一种极其稀缺的战略资源。当一个演员的名字本身就自带国际翻译器和文化推荐官的功能时，它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就已经远远超出演员的范畴。试问，面对这样的合作对象，有哪个导演会忍住不心动呢？